你好，我能用一下電話嗎？哦，您用吧。副司令，刚才东大营门口发生了枪响，引起不少骚动，现在军营内有点混乱。拿上东西，走。好。盛小姐，艾文老师在餐厅里等你吧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哦，我看你急匆匆的走了，连禮物都來不及給我，所以我只好出去再買一份。一點小事，我讓莫参謀代勞了。既然是我給盛小姐的驚喜，我不在，這又算什麼呢？謝謝。走吧。我根本沒見過艾文，到底哪個才是他？還愣着幹嘛？去吧。You know that our first saw him, he just like sunshine. He's so handsome. It's really cute. Caroline. Oh, Caroline. Evan， 好久不見，好久不見，我好想你啊！沒想到還能在這兒見到你。大家好，嗨，我是盛寒君，是艾文老師的學生。歡迎大家來到北新城。對了，這位呢是蕭北辰，蕭副司令。今天一來是歡迎大家到北新遊歷，二來這是我秘書盛寒君和他的恩師艾文多年的久別重逢，交友做東，歡迎大家吃好喝好。來這邊。好，走。艾文老師，你這次來北新待多久啊？我可以帶你到處去逛一逛。好啊，我對這裡正好也很感興趣。走好。等我回倫敦，一定去看望您。那我等你。歡迎下次光臨。你知道我不是真正的盛寒君，為什麼要幫我？離開英國前，我去拜訪了盛老先生，他告訴我你會代替寒君活下去。雖然我不知道具體原因，但是既然盛老先生承認了你，我就沒有理由質疑。我和盛先生認識多年，我相信他的為人，他選擇你做他的孫女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謝謝你。歡迎下次光臨。艾文女士。
明天我们就要啟程去印度了，还希望你一切顺利。下次见。See you。艾文老师，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北星啊！ Of course。肖副司令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款待。您客气了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他真的是盛寒君吗？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您今天说的话，都是真的吗？肖副司令，她是升天先生的孙女。不是盛寒君的话，她能是谁呢？寒君现在是你的秘书，我还请你多多照顧我的小女孩子。當然。副司令，真的很感謝你這次的安排。你真的感謝嗎？當然啦，一開始我還以為您在跟我開玩笑，沒想到是真的。我真的很感謝你給我的這次驚喜。不過，你為什麼不提前告訴我呢？難道你還在懷疑我是你太太嗎？好吧。那我再鄭重地告訴你一次，請你以後都不要再懷疑我的身份了，因為就算試探100次、1000次，我依然是盛寒君，而您又何必讓自己在一次次的失望中痛苦呢？對於旁人來說，這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可對我來說，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希望。下一個，下一個。三哥今天怎麼了？照這樣的話，誰扛得住啊？三哥這次看來是真的絕望了，能發洩出來就已經不錯了。你們兩個來。沒人了是吧？命令你們把我當成敵人，一起上！副司令，三哥失手！副司令，副司令，副司令，身手不錯，從今以後，你就升排長了。謝副司令。三哥，去醫院吧。這點小傷，不礙事。什麼事情？三哥手受傷了，這會兒醫務室的人又不在，知道你懂這行，所以讓你過來一趟。那為什麼不去醫院呢？三哥說只是小傷而已，簡單的包紮一下就可以了。好吧。你怎麼來了？誰讓你來的？你以為我想來嗎？
醫務室沒有人，我只好代勞了。把傷口給我看看。我现在要帮你缝合，需要麻药吗？不用。你确定？嗯。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每一个人跑来接近我，都有他的目的。有些人是为了军权，有一些人为了那个港口，还有些想要我的命。而你，一个长得这么像我爱人的人，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是巧合吗？副司令，还记得吗？当初是你要我来东大营工作的，并不是我自己主动来的。我理解你的高处不胜寒，在这个位置上待久了，难免会心生猜疑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你有所图。我来北新，只是陪我的丈夫来工作罢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肖副司令，请你自重。如果你又把我当成別人的話，那我只好再提醒你一次，你認錯人了。如果你真的把我當成你的妻子，那你現在的所作所為全是對你妻子的褻瀆。你只是一直不願意承認他已經離開你罷了，你一直都在自欺欺人，不覺得這樣的自己很可悲嗎？肖副司令，我還要再提醒你一句，在我盛寒君的生命裡，只會有一個男人，那就是我的丈夫，沈燕青。老三，別喝了。七爺，我一直都相信，只要杭景站在我面前，我一定能將他認出來。可現在，就連我也認不出他到底是不是杭景了。
姐。好。老板，还有没有去云林的船票？没有了，您再帮我查一查，我很着急。你自己看吧，这时间早过了，要不明天吧。老板，还有没有其他离開北星城的方法？这麼晚了，車也沒了，船也沒了，再晚房間也要沒了。要不你去附近的小碼頭問問那些私家用戶的船家，興許他們願意。謝謝。那老板，我先把行李寄存在這。哎，一會兒我再過來拿。好的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姑娘。这么大的火！这些人在里面可怎么办啊？前面的人让开！三哥。这是谁的车？哎，这是你的车吗？啊，对。那边着火了，趕緊開走。啊，好。你誰呀？你怎麼會在我車上？無論發生什麼，你記住，你是盛寒君。哎，殷勤啊。寒君，你來了。戚夫人，聽您在電話裡說來了一位雲南廚子，我從來沒有去過雲南，聽說可以飽飽口福，我就趕緊過來了。你跟燕青都是大忙人，上次來家裡吃飯啊，也是來去匆匆的。我聽說你在幫老三忙競標的事兒，我早就想請你過來聚一聚了。謝謝戚夫人。啊，對，現在時間還早，後廚應該在備菜，我帶你四處走走吧。上次太匆忙，也沒帶你轉一轉。好啊，我上次看您這宅子中西合璧，很有設計感，您可得給我好好介紹介紹。好，走。這裡是他們的婚房。杭景走了之後，北辰一直在這裡守着，等着，整整5年。這裡所有的東西，連位置，他都不讓挪動半分。
這麼多年，北辰对杭景從未忘懷。5年來，他孑然一身，受盡了痛苦的折磨。他日日夜夜地想着念着，連做夢喊的都是杭景。戚夫人，如果是不好的回忆，就不要再记起了。另外，我觉得参观萧副司令和他夫人的房间有一些不妥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哎，盛小姐怎么这么心急啊？哦，乖啊，宝宝乖啊，不哭，乖，宝宝乖。乖啊。小姐，三少奶奶。这是杭景的贴身丫头金香，嫁给了府上的萧荣，现在已经当媽媽了。不好意思，你們認錯人了。小姐，你好，我是盛寒君，请問你是？对不起，我認錯人了。你跟我們家小姐真的長得很像。我看，我還是改天再來拜訪吧。先告辭了。小姐，我知道你不想被認出來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無論你有什麼苦衷，金香都會支持你。金香，她真的不是你家小姐？不是，我從6歲就跟着我們家小姐，她真的不是我們家小姐。你為什麼哭啊？我剛剛聽戚夫人說，杭景走了以後，家人對他的思念，我很感動。因為我的家人，還有我爺爺，他們已經離我而去了，我心裡難受。盛小姐，你能陪我走一走嗎？好啊。我曾經一直在想，沈大哥未來的妻子會是什麼樣子？盛小姐，其實我一直挺羨慕你的，你洋派大方，又有學識，確實和沈大哥是良配。
舒怡小姐，你在我心里也是特别优秀的女孩子，完全不需要羡慕別人。謝謝。如果我們早一點認識，說不定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呢。那現在呢？現在就不能成為很好的朋友了嗎？當然不是。不過我知道三哥對你造成了很大的困擾，也一直挺不好意思的，也想替他來跟你道個歉。原來你是在擔心這個呀？沒關係的，我和副司令也已經說開了。那就好。你知道嗎？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，也確實是嚇了一跳。你和我三嫂長得實在是太像了，她是我三哥一生的摯愛，所以見到你的時候，她才會那個樣子。你知道嗎？我三嫂跟我三哥分開，跟我有很大的關係。這我倒是沒有聽說過。當年我三哥和三嫂分開，主要是因為孩子的事情。是我對不起他們。他們的孩子怎麼會和你有關係？當年如果不是我太傻太幼稚，被鄭鳳琪利用，我三嫂也不會失去她的孩子。當年是發生了什麼事嗎？當年我三嫂小產，孩子沒有了。後來莫伟業他們找到了證據，是鄭鳳琪買通了我三嫂身邊的傭人秀兒，下了落胎藥。我三哥本來要斃了鄭鳳琪，是鄭師長用他的姓和1萬軍馬保住了他的女兒。我爹也看在和鄭師長是40年兄弟的情分上，才出面求情。当年如果不是我太傻太幼稚，被鄭鳳琪利用，我三嫂也不會失去她的孩子。是鄭鳳琪買通了我三嫂身邊的傭人秀兒，下了落胎藥。他日日夜夜的想着念着，連做夢喊的都是行姐。韩君，你怎么了你？这下着雨呢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孩子，走，咱们先回屋，回家再说。快点，回家再说。虽然孩子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你每一年都会给他做衣服，从婴兒到現在，每一年都沒有落下過。如果孩子活下來，比科兒大1歲，應該能說好多好多話了。既然現在誤會都解開了，你也知道孩子的死跟北辰沒有關係，我覺得等任務完成之後，你還是回到他身邊吧。我能看出來，
你对他是有感情的。我跟萧北辰之间有太多的裂缝了，可能这一辈子都再也回不去了。杭景，你这么做，你是在折磨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完全……沈大哥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虽然我不信命，但是我总觉得老天爷就没有安排我和萧北辰的缘分。现在在我心里，只有任务才是最重要的。早点休息。候鸟先生，这是竞标入围公司的背景資料。感謝丁先生的幫助。不用跟我客氣。最早剛開始調查的時候，確實是一無所獲。幾經輾轉，最終還是找到了他們隱匿的賬戶，隱藏極深。有什麼新的發現嗎？證據、照片、銀行文件都在這個資料裡。您之前的擔心確實存在。三哥，現在韓廷孫跟楊文道的方案評分並列第一，不論是從博位能力、成本支出，還是未來的前景，都難分伯仲。但是，韓氏集團賬目漏洞的問題，最近傳得沸沸揚揚的。是啊，我也聽說了，好多小報都在報道。我覺得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吧。但關鍵是，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爆出來，真不知道是巧合，還是競爭對手的手筆。8位競標者之中，就屬韓廷孫的優勢最為突出，相較楊文道，他的國際背景更加雄厚，也難怪會成為眾矢之的。這你不用擔心，流言一出，韓廷孫那邊立即補了一份更詳細的報告給我們，經調查，沒有任何問題，不會影響我們的判斷。那就好。你看啊，韓氏集團背後畢竟有英國人在，不過相較楊文道來說，這個人有點意思，背景很乾淨，業內讚許也有加，而且是個愛國人士，跟日本人很不對付。我相信讓他們勝出也是無可厚非的，而且他們提出的方案也很好。你看，就比如這個分流機制，來，哎，三哥，這事不錯啊，怎麼撕也撕不爛。來，怎麼撕也撕不爛？怎麼了，三哥？副司令，您看，這基本沒什麼色差，而且這兩張圖紙的右下角都有壓痕，這應該是造紙機的滾輪在這一塊出了問題。我敢肯定，這兩家的圖紙來自同一家造紙廠，而且什麼？這種紙張在北新我從來沒有見過。我曾經見過日本南滿鐵路的施工圖，紙張跟這倒是很像。副司令，您的信。下去了。
是杨文道吗？看来他们早就勾结在一起了。号外！今日头条：北新港开发权归属韩氏集团。给我来一份。哎，我也要一份。号外！谢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会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会长。我不要再看见他。是，属下明白。看来这次啊，阁下是真的动怒了。也只有凤琪小姐还能如此轻松吧？您真的是冤枉我了。我跟您啊是在一条船上，也是渴望成功，害怕失敗的呀。但是这次军部那边传来消息，韩氏集团背靠英国，与英国政坛人士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，讓我們不要輕舉妄動。這事兒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了。但是我們可以做一些彌補啊。記得軍部之前特別希望跟京城簽署共榮書，若是我們促成此事，那必然是大功一件，足以功過相抵。但是康司令費了這麼多功夫都沒有徹底馴服京城，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辦。雙方未達成一致，一定是一方給的利益還不夠多。三少，陈大哥，北辰兄弟，多年不見，別來無恙啊！別來無恙。陳大哥，快坐。好好好。陳大哥，南京政府專門派你來跟我聊，看來是很了解你我呀。既然北辰兄弟如此直率，那我也不兜圈子了。其實啊，你我心裡都清楚，現在是各派系都在暗地裡活動，準備推翻中央的裁軍計劃。如果推翻不成，戰爭是在所難免。南京政府十分看重影軍，想委以重任，幾次邀請都沒有任何的消息，所以派我來完成聯合之誠意。陳大哥，我斗膽問一句，是什麼樣的聯合，又是怎麼樣的誠意呢？南京政府承諾，只要蕭老司令發出一則聲明，站在中央一方，支持裁軍，那麼整編之後，蕭家便是直北的最大當權派。大哥，恕我直言，蕭家不會做越級叛變之事，更何況我爹對總司令是忠心耿耿。這個我當然清楚。
但是南京政府跟萧家的承诺，不是一桩交易，而是京城已经不具备掌管直北的资格。京城正准备叛国投敌。来，你先看看这个。据我们的线报，京城现在正跟日本人谈条件，一旦谈妥，必然签订共荣书。尤其是北新，那是华北海上的门户之一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如果京城一旦跟日本人做了勾结，那可不是损兵折将的事了，那真是生灵涂炭，称毁家亡啊！所以，北辰兄弟，请你慎重考虑，只希望你能说服萧司令。我坚信，他绝不会去追随一个叛国者。我答应你。来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副司令，进。这是盛小姐的辞呈，她请我转告您，竞标完毕，她的工作基本结束，她今天在家带孩子，这3天会将北新港所有的文件归档处理妥当，请您批准她的辞呈。去吧。是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你是林行景。我一直告訴自己，我不可能認錯，也絕不會認錯。但直到今天，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助。我不斷地想要去證明你是他，可是我身邊的人、線索都告訴我不是。副司令，你別說了，今天是最後一次。那一年，我跟行景第一次相約，就是在這裡，就同現在一樣，滿天的燈火。那一天，我們吻了彼此。從那一刻，我便知道，這一輩子，我認定他了。
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你走吧。无论你有什么目的，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萧父，我做了一场梦，现在梦醒了。司令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日本人居然许诺京城，如果他同意签订共荣书，满洲政府成立之后，就让金城做4省主席。您帮日本人做了那么多事，好处全让他金城捞着了，这是为他人做了假衣裳。可我居于金城之下，他们若能与金城合作，又何必找我呢？有金城在，就没有我的位置。司令，以您的谋略，必有办法解决。您先看看这个。萧北辰和程灵私下见面了，这是拍到的照片。其实金城在南京的眼线早已传出，中央正在拉拢影军，想让萧海山背弃金城，倒戈南京。不过之前南京方面几次派人来找他们，萧家父子都没有搭理，所以金城就没有相信。现在好不容易被我抓到了，这条线也不枉费跟了那么多年。那您把这照片交给金城，他必会处死萧海山，到时候他能倚重的也就只有您了。倚重？这次日本人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儿，3分天下不如一家独大。司令，您是想……你带上这些照片，明天我们到东平一趟。是。爹，你去见了程林。是。在这个敏感时期，这件事如果让总司令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？
這個時期，恐怕總司令自己早就已經有想法了。眼下，总司令早就和日本人在商议签署共荣书一事了。我知道，您一直坚信他会坚守底线，而如今呢？此次和总司令还有康敬雄共赴南京的路上，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一谈，问个清楚。我想总司令只是一时糊涂，让他悬崖勒馬還來得及。您怎麼至今對他仍抱有希望？他若棄國，我便棄他。明日便是绥寧的會議了。我知道我們在那邊有駐軍，但我建議您還是多帶點人馬。我心裡有數。海山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康司令总是比海山先行一步啊。大哥跟我聊了一会儿了，他让你在这儿稍等一下。好，来坐。萧司令，总司令有请。好。哎呀，海山啊，辛苦了！总司令，好，你们二位先出去一下。我跟海山有几句话说。是，总司令。总司令，海山，哎，请坐。您坐。来，海山啊，今天真的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想说，关系到裁军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。所以海山，我想听一下你的心里话。大哥，一旦開戰，百姓流離失所，生靈塗炭。我們練兵千日，最後把槍口卻指向自己的同胞，於軍於民。我覺得現在最好的方案就是各處全都坐下來談判，消除中央對地方的猜忌，免得矛盾升級。哎呀，海山，你怎麼向着中央政府說話呢？大哥什麼意思？我看你現在是不是打算好了向中央政府倒戈？而且你也做好了對我取而代之的決定。大哥不是想聽我的心裡話嗎？我蕭海山再也不打勞民傷財的仗了，更不要說是同室操戈。如果誰現在挑起這樣的戰爭，我蕭海山一定會站到他的對立面去。海山，你現在放肆了！大哥，這麼多年我對您忠心耿耿，從來沒有過二心。
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有底线的人，起码黑白是非是分明的。不过现在，您太让我失望了。请大哥给句话，这上面写的真的属实吗？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敢在暗中调查我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一直辅佐的兄长，我的生死大哥，竟然跟日本贼寇勾结。那你呢？你勾结的是中央政府，狼子野心。你是不是想让整个直北都姓萧？是不是这样？通知小贾，海山在来绥岭的路上遇到歹徒，寡不敌众，壮烈牺牲了。海山身边的人一并除掉，下手干净点，别让他们受罪，毕竟是自己的兄弟。是。大哥，您别太过伤心了。萧司令，黄泉路上不会孤单。等一会儿，你们老兄弟俩就又能在一起了。你也要造反啊，大哥？您错了，就是借康某10个胆儿，我也不肯造反呢。造反的是萧海山，是他杀了您，我为您报仇，将他当场处死，并且临危受命，接受您手下所有的兵。在场的兄弟们都可以为我作证。哼，我算是弄明白了，原来你才是狼子野心，处心积虑，一直想置我于死地。江山易手，这不就是我们的宿命吗？啊！日本人想占领满洲已久，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筹谋。但有您在，他们就会忘了我。大哥，您为了兄弟，就做出一点点的牺牲吧。海山，好，哼，好一出暗度陈仓。我们不费点力气，怎么抓得住你呀？我萧海山的一切都是您给的，您现在杀我，我无怨无悔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我要是死了，您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紫云山庄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死了，现在是不是康敬雄杀您的最好时机呢？你想多了，他只带了4个卫兵。在来绥岭的路上，
我发现了起碼有5道軍卡車的車辙，而在紫雲山莊的外面，只停了他1輛車。這麼多的兵都藏哪兒去了？還有，我剛進來的時候，我聞到了您貼身衛隊長身上有一股強烈的檀香味道。康敬雄禮佛，大家都知道，這個味道是他屋子裡獨特的味道。這就說明您的貼身衛隊長已經跟他密謀，而且談了相當長的時間。如果我沒猜錯的話，這次開會定在绥嶺，也是他的主意吧？這個地方，3軍會合，調動軍隊是很容易的。大哥，蕭家沒有和成陵，還有南京政府達成任何協議，信不信由您。您現在殺我易如反掌，但是現在您的命只有海山能救了。讓我調動我的軍隊，他們就在附近，隨時候命。來啊！把他的槍給我下了！都別動！康司令，一切聽您吩咐。周副官，你是跟了我10幾年的人。是的，一個不起眼的位置，熬了10幾年，才能在最關鍵的時刻發揮出最震天動地的作用。周副官忠心耿耿，他是我安插在你身邊最重要的暗線。康天雄，你不要一錯再錯了。如果現在繳械投降，大哥很有可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給你一條活路。把他帶上來。爹，柔哥，別動。爹，讓他們把槍放下，出去。我說讓他們把槍放下，出去！海山，讓他們出去。聽我的命令，放下槍，先退出去。康敬雄，你真卑鄙！舐犊情深，感人至極呀！當初你為了制約我，把我唯一的兒子送到了蕭海山的麾下，結果我的兒子被炸死了，連個全屍都沒有。康敬雄，你也是打過仗的人，戰場上槍彈無眼，況且昊天的犧牲那是億萬，如果有什麼怨氣的話，就撒在我身上。你給我住嘴！當初要是沒有你把我兒子送到影軍手裡，要是沒有你把我兒子推到前線，他會死嗎？新仇舊賬，我要跟你們一起算。我要讓你親眼看看自己的孩子死在自己面前，那是一種什麼感受？缴械投降！
么回事？下去看看。下来！这边。让康司令受惊了，实在抱歉。有你们这么救人的吗？差点把我的命都搭进去了。为了拖延时间，只好出此下策。您一旦到了法庭，想要再翻盘，就太难了。怎么样，周副官？他改口了吗？周先生，金司令是因为您的挟持而死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。不管這件事情最後如何定奪，恐怕您的死罪都是難免的。既然都要死，何不領了康司令這份人情，讓家人後半生的生活得到保障？佐藤先生，希望我們今後能彼此信任，精誠合作，別再出現像之前那樣，你們越過我，去聯絡金城這種事情。康司令，請放心，您永遠是我們最信任的朋友。這是南京軍事委員會通電全國的通告。京城的副官周志平因多年受不到重用，心生怨恨，企圖謀殺京城，並嫁禍給蕭海山。康敬雄及時趕到，想要營救京城，與蕭海山發生誤會。混亂之中，京城被周志平所殺。顛倒黑白，一派胡言！京城被殺的消息傳出後，大家都以為蕭海山會接替京城。我們南方的同志也一直在探聽相關人員的口風。可是他們個個諱莫如深，避而不談。直到剛才，康敬雄竟然從滦河調到了北新，擔任警備司令。事發之後，康敬雄一直被關在監獄裡，能夠幫助他在這麼短時間之內翻雲覆雨的，一定是日本人。昨天組織上來電，說恐怕我們有暴露的風險，讓我們有序撤離。現在看來，還為時尚早。好了好了，不喝了。喝一口吧。不喝了，不喝。爹，大姐那邊發電報來了，說所有事情都已經幫你安排好了，隨時可以出發。我知道了。司令，哎，我還是跟你去吧。不是跟你說了嗎？我這趟去美國就是為了複查啊，順便把這個北望北翼給帶回來。這倆小兔崽子洋墨水喝多了，我怕他們忘了祖宗。那我跟你去不是正好嗎？你說不動他倆的時候，我還能敲敲邊鼓。你是怕我跟他們較起真兒來，滅滅我的火吧？瞧你說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？我這一走啊，家裡離不開你，啊。反正我拗不過你。嗯。我去給你熱熱藥。哎。
本想着勸總司令迷途知返，没想到却让他搭上了性命。他戎马一生，却落了个这么个结局。爹，我看这事儿你无需太自责了。司令，三哥已经派人24小时守着金小姐，只要金小姐醒过来作证，康敬雄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。你说这康敬雄，一只脚都迈进鬼门关了，竟然让日本人和亲日派给救了，而且还摇身一变来了北新。现在的局勢實在太亂了，他們都在大肆的抓捕共產黨。我聽說，成軍那邊的監獄都已經快裝不下了，但大部分都是屈打成招，為了騙錢，為了表忠心，他們什麼事都能做得出來。所以啊，我們影軍在他們的眼裡就是個異類。南京對我們不放心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他們一向不希望地方軍義軍獨大，所以派康敬雄過來制約我們，這是他們慣用的伎倆。是，現如今日本人虎視眈眈，可他康敬雄倒好，顛倒黑白，兵亂於外，政亂於內，這些事情他們放着通通不管，天天想抓共產黨。我看他們是瘋了。哎呀，康敬雄這麼一來，咱們想獨善其身就難嘍。子章，如可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。走，好。先生、太太，信箱裡有一封信。哦，下去吧。什麼事這麼高興啊？是報社筆友米安的來信，他經常發表一些關於和平統一的文章。他這次跟我說啊，他們報社的同仁馬上要到北新來了，請我去和大家見個面，討論一下創立女性專刊的事情。好啊，哎，祝賀你。謝謝。裡面請。就是這間。謝謝。來了多少人？啊，就一位。一位？這個包廂在預定的時候就說只有2位。啊，謝謝，知道了。請問是筆友會的米安嗎？你就是邱竹？是。那麼你是邱竹的話，
青勇是谁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当年我去军校上学的时候，曾携带过一本我妻子林行景手抄的诗集，里面就曾写道：“芙蓉出秋渚，袖断留青勇。”秋渚、青勇，巧了，这两个笔名都是出自山中达刘书记郁怀这首诗，作者李山甫。我也是没想到，盛小姐，您竟然也是对孩子关爱有加。唯独只有平和的阳光才能够扫去孩子内心的陰霾，安放童年。当年我太太林行景接送我校服之时，也曾写过一篇这样子的文章，叫《无处安放的童年》。所以那封信是你伪造的？没错，或许是上苍看着我苦苦等待了5年，最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。现在南京政府那边，副司令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是啊，拿着什么？共产党的刊物。你怎么看这个？都说共产党的刊物特别厉害，好些人看了之后都热血沸腾的，我就好奇弄来一本看看。是，你说的没错，盛寒君就是林行景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所有人都告诉我，你我阴阳两隔，我却依然愿意相信你迟早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。当盛寒君回来的时候，藏在我心里面5年的希望又再一次被你点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硬生生的把这个掐断？对不起，三哥。所以你跟沈延青是假扮的夫妻，对吗？当年我失去孩子，万念俱灰。秀儿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你指使他做的。我只想永遠的離開你。後來在躲你的路上，我偶遇了沈大哥。離開北新之後，我和沈大哥就輾轉去了蘇聯。在他和他同伴的影響下，我開始了新的生活。行景，当年是我不对，是我没能选擇相信你，没能夠保住我們的孩子，是我錯了。我已經知道了，當年的一切全部都是鄭鳳琪的設計。沒事了，回來了就好。回不去了，三哥。
說什么？为什么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，就应该明白，我是永遠都做不回從前的領航警了。而且前塵往事，我也不想再糾纏下去了。你認為我們兩個所經歷的一切是一場糾纏？就算所有的誤會都已經解開，但當初的遍體鱗傷是真的。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領航警了，你也不是當年的三哥。你有你的責任，我也有我的任務。我只希望我們能夠忘掉過去，今後各走各的路。領航廳到底為什麼？為什麼你已經回來了，卻還要將我們兩個一刀兩斷？對不起。